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，我是 Darren， 一个在加拿大多伦多的 ETF 投资爱好者。这期节目我来聊一聊特斯拉。我不准备深入讨论特斯拉还值不值得投资，它的 FSD 和 AI 技术还能不能兑现潜力，它的股价是不是真的能翻10倍等等，这些内容已经有很多人在聊。简单来说，我个人还是相信特斯拉的股价是有潜力继续上升的，但我不知道这会发生在什么时候，是今年8月份，还是明年，还是10年后。今天我想主要聊一聊，如果想要投资特斯拉，除了直接持有它的股票，等待它兑现潜力之外，还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？我给大家的推荐就是来自 Purpose ETF 的单独持有特斯拉一家公司的 Covered Call ETF YTSL。 来到 YTSL 的官方主页，最醒目的就是这个 28.17% 的 Distribution Yield。 对，你没看错，按照 YTSL 最新 0.3 刀的每月股息乘以12除以最新股价 12.78 刀，它的 yield 达到了惊人的 28%。 这么高的 yield， 相信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个 yield 稳不稳？我们来看一下 YTSL 的股息历史数据。 YTSL 从2022年年底上市，每月的股息从最开始的每股 0.3 刀，到了2023年中期上升到 0.35 刀，随着特斯拉股价暴涨又上升到 0.4 刀。进入2024年，特斯拉股价大跌，它的股息又降回到每股 0.3 刀。那么 YTSL 是如何做到这么高的股息分红呢？我们看一下它官网上的介绍。 YTSL 就是通过购买持有特斯拉股票，使用 25% 的杠杆，然后在最多 50% 的 portfolio 上写 out of the money call option， 也就是说被 covered 的这部分 50% 还有一定的增长潜力，而剩下没有被 covered 的至少 75% 的 portfolio 是完全没有限制的自由增长。除了 coverage 和 moneyness， 我之前说过，决定一个 covered call ETF 收入高低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 underlying asset 本身的波动性。说到股价波动性，我觉得市场上很难再找到比特斯拉波动性更强的股票了。有它做 underlying， YTSL 的 call option 交易量是绝对有保障的。我个人觉得 YTSL 的基金经理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平衡点，这种 call option 策略既让投资者可以获得高股息收入，又可以尽量保持足够的增长空间。如果你对特斯拉的未来有信心，但又不知道它的股票什么时候才可以再度迎来增长，那么我觉得持有 YTSL 是一种更加稳妥的方式。在等待它兑现潜力的时候，还可以每个月获得高额的利息分红，让你在等待的同时拥有了更多选择。你可以把分红重新投入购买更多 YTSL， 或者购买其他 ETF， 或者花掉支付日常开销。如果像现在这样将近 30% 的 yield 可以持久的话，基本持有3到5年就可以靠利息回本了。而3到5年后特斯拉本身的股价会到多少，这个大家可以自行预测，或者听听其他人的意见。我自己一般不喜欢做这种预测，但我还是乐意用我自己 portfolio 的一小部分去赌一个特斯拉的未来。况且我知道就算赌输了，大不了就多持有几年也可以回本。当然，就像我之前视频说的那样，我不会拿出超过 5% 的 portfolio 去冒这个险。我的投资主体永远还是追踪多元化大盘的 ETF。 想了解更多其他我推荐的 Covered Call ETF， 可以点击屏幕上方链接，找到更多相关视频。除了 YTSL、Purpose ETF， 还有类似的追踪其他公司的 Covered Call ETF， 比如亚马逊的、谷歌的，甚至包括最近火热的英伟达。我们看它的最新股息也超过了 15%。 我目前只选择了特斯拉，抛开信仰什么的不谈，主要是看中了特斯拉股价的高波动性。但我也在考虑要不要入手一些其他公司。以上这些公司哪个大家比较看好？欢迎评论区给我留言讨论。我听说 Purpose ETF 也在考虑一个 all-in-one option， 也就是出一个这些公司股票的集合，然后使用相同的 covered call 策略。我会密切关注这个的进展，但我感觉这样的操作和我之前介绍过的 Hamilton ETF 的 QMAX 比较相似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上方找到相关链接。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。
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，请点击屏幕下方的订阅按钮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今后的内容。你动一动手指，就可以给我持续更新带来最大的动力。感谢大家的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